你知道吗？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人肾脏正在悄悄走下坡，但将近 96% 的患者在早期竟浑然不觉。肾脏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初期往往不痛不痒，一旦症状明显时，多半已是末期，非得迈入终身洗肾的黑白人生不可。台湾更有洗肾王国的称号，肾脏病盛行率高居世界第一。试想，后半生每周3天绑在透析机器上，每次4-5个小时躺在医院病床，看着血液一管管被引出体外洗涤，这种日子谁也不愿意过。然而不知不觉间，我们周遭许多人却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更让人震惊的是，有些我们自以为养生的日常习惯，可能正悄悄伤害肾脏，加速我们走向洗肾命运。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肾脏健康的隐忧，揭开那3个坑人的养生习惯，千万别等肾坏了才后悔，现在知道还来得及改变。首先要了解肾脏为何如此重要，又如此脆弱。我们的肾脏位于背部腰际，左右各一，个头不大，却是身体的强力过滤器。每天大约有180公升的血液经过肾脏滤过，提炼出1到2公升尿液，把体内代谢废物含毒素排出体外。同时肾脏还负责调节体内水分、电解质平衡，维持血压稳定，制造红血球、荷尔蒙等等，是默默守护我们健康的功臣。然而正因为肾脏有强大的代偿能力，哪怕坏掉一大半，剩下的肾单位依然可以勉强顶上工作，所以早期肾损伤常常没有明显症状，我们可能每天该吃吃该喝喝，完全感觉不出肾脏正一点点走向衰竭。等到哪天出现的恶心、呕吐、严重贫血、全身水肿，往往肾功能只剩下不到正常的1/10，必须透过洗肾或换肾续命。这就是为什么肾病可怕，它让人防不胜防。不过话说回来，肾脏的沉默并不代表毫无征兆可循。如果留心观察，一些早期讯号还是存在的，比如尿液异常是重要警讯，健康的尿液应该清澈微黄且无泡沫。如果你发现小便时泡泡很多且久久不散，可能是蛋白质漏出造成的泡沫尿，暗示肾脏过滤功能出问题了。再如早上起床照镜子，眼皮浮肿、脸肿，或是傍晚发现脚踝、小腿莫名肿胀，按压下去甚至出现凹陷，这种水肿现象也可能是肾脏不能正常排水、蛋白流失导致的。还有血压莫名升高难以控制，长期高血压会伤肾，而肾功能变差也反过来使血压升高，两者常相互影响。如果最近量血压发现持续偏高，就要留心肾脏状况。再看贫血与疲倦，肾脏负责分泌红血球生成素，肾不好时红血球减少，人会脸色苍白，容易疲累、头晕没劲儿。总之，泡沫尿、水肿、高血压、贫血、疲倦，这5大症状是肾脏发出的求救讯号。一旦出现其中任何一样，都该提高警觉，尽早到医院检查肾功能。然而遗憾的是，许多人对这些迹象不了解，或是等闲视之，以致延误治疗时机。也难怪统计显示，早期慢性肾病患者自我察觉率不到 4%， 等发现时往往已步入第3、4期甚至末期。所以我们更应该从源头预防肾脏受伤。而生活中有些我们以为在保养身体的举动，事实上却是在偷偷伤害肾脏，必须赶快喊停。接下来我们就来细数3个最坑人的养生习惯，看看你中招了没有。如果有，现在停止还不晚，别让这些习惯变成日后痛苦洗肾的推手。第一，迷信低钠饮食乱用。低钠盐，为了健康，你是不是特别注意控盐呢？高血压患者、爱养生的长辈，很多都尽量少吃盐，甚至用上所谓的低钠盐。乍听之下，低钠盐就是把盐巴的钠含量降到很低，感觉很适合现代人重口味又怕三高的需求。但是你知道吗？低钠盐的秘密武器其实是高钾。市售低钠盐通常是在普通食盐中加入一定比例的氯化钾来取代氯化钠，也就是俗称的高钾盐。这样做的确能大幅降低钠摄取，帮助控制血压。对完全健康的人而言，适量使用低钠高钾盐问题不大。然而，对那些肾功能不全或已有肾病的人来说，
长期吃低钠盐就非常危险了。由于肾脏无法顺利排出钾离子，钾在体内越积越多，就会导致高血钾症。高血钾对心脏影响巨大，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不整，甚至让心脏骤停，稍不留神真的会送命。现实案例触目惊心。不久前有报道，一位70多岁患有慢性肾脏病的老先生，因为担心高血压、中风等问题，听信低钠盐更健康的说法，长期将低钠盐当作日常调味品。结果有一天，他出现严重心跳减慢，意识不清，被紧急送医。人不幸因心脏骤停离世。医生检查发现，罪魁祸首正是高血钾并发心脏衰竭。这位老先生原本肾功能就不好，身体已经难以排钾，却还天天吃高钾的低钠盐，等于是雪上加霜，把自己推向危险的深渊。这样的悲剧发生后，不少中老年朋友才惊觉低钠盐并非对人人都有益。我们需要明白，低钠不等于无害。一般健康成年人如果没有肾脏疾病，适度使用低钠盐有助减少钠摄取，预防高血压。这的确是营养学上鼓励的。但是有2种情况务必小心高钾的陷阱。一是你已经有肾脏功能不全，即使是早期，自己可能尚未察觉。二是你正在服用一些保钾利尿剂或 ACEI、ARB 类降血压药，这些药物本身会让体内钾离子升高。在这些情况下，再大量摄取钾盐，血钾容易暴涨。一旦血钾浓度飙高到6以上，正常约 3.5 到5，就会干扰心脏电讯号传导，出现心悸、四肢无力，甚至心跳骤停的风险。就算没有立刻发生急性事件，长期的轻中度高血钾也会让人倦怠、乏力、恶心、呕吐，对肾脏和心血管均有坏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需要限盐，正确的做法是总量上减少食盐用量，而不是迷信添加了钾的低钠盐。烹调时可以多用天然香料、胡椒、蒜姜、柠檬等增香提味，减少对盐巴的依赖。即便要使用低钠盐，也应少量点缀即可，千万不要大勺大勺往菜里加，更不可3餐都用。同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肾脏健康状况，因为正如前面提到，高达200多万人的肾脏正在无声衰退，这其中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有问题。如果不先搞清楚，就贸然每天高钾饮食，等到哪天身体撑不住，那就是致命的一击。低钠盐本意是为了预防三高，但对隐性的肾脏病患来说，它却可能变成催命符。因此，养肾的第一课就是控盐要聪明，千万别滥用低钠盐。第二，每天1杯蔬果精力汤，当心补过头。现代人养生讲究多吃蔬菜水果，有些人嫌每天啃菜嚼果不方便，于是选择把各种蔬菜水果放入果汁机，一键打碎，来上一大杯营养满点的精力汤或所谓绿拿铁。这听起来很美好，摄取满满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还能顺便减重排毒。难怪许多爱健康人士乐此不疲，将其作为每日习惯。然而，精力汤真的那么神奇吗？长期天天喝，对肾脏可能是种伤害，特别是中老年人或本身肾功能已经有点状况的人，过量的精力汤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钾离子。想象一下，你打精力汤时都放了什么？常见配方可能有菠菜、小松菜、芹菜、小黄瓜、西兰花等绿色蔬菜，加上香蕉、奇异果、苹果或凤梨等水果。为了口感，还可能加坚果、牛奶或优格等等。这一大杯下肚，等于同时摄入了多份量的蔬果营养。然而，营养里包含的矿物质也相当惊人，其中钾含量绝对不低。例如，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就含有将近400毫克的钾，一杯菠菜打汁可能也有几百毫克，奇异果、一整个番茄等等钾都不少。把这些东西集中在一起，一次喝掉，短时间内体内涌入上千毫克的钾离子，对于年轻、健康、肾功能正常的人而言，或许问题不大，肾脏努力工作几小时就把多余的钾排出去了。但对于肾脏过滤效率已下降的人来说，这就像给已经不堪重负的滤水器一下倒进太多杂质，结果可想而知。
医生就曾经分享过一桩惊险案例，94岁的老奶奶平日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近期因为年纪大了，吞咽能力下降，胃口不好。她孝顺的儿子担心妈妈营养不够，想到蔬菜水果有益健康，又怕老人家咀嚼困难不好消化，于是每天亲手制作一大杯蔬菜汁喂母亲喝。这杯蔬菜汁可真是浓缩精华，里头有胡萝卜、菠菜、地瓜叶、芹菜、苹果等等，满满一大杯绿绿的汁液。儿子认为这样可以补充天然维生素，堪称用心良苦。岂料不到几周，有天奶奶出现严重腹胀、呕吐，还觉得全身无力。家人急忙送她到医院，抽血结果把医生都吓了一跳。奶奶血中钾离子高达 9.7，MEQL 将近正常最高值的2倍，属于极度危险的高血钾症。这种情况下，随时可能引发致命心律不整。果然，医院监测心电图已出现明显异常。幸好医疗团队分秒必争，立刻进行一连串降钾抢救措施，包括静脉注射稳定心脏药物，用药物将钾离子推回细胞，并加速排出体外，同时准备紧急透析。经过一番抢救，终于把奶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事后，大家十分纳闷，这位老人家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压等常见肾病因素，怎么会突然高血钾休克呢？仔细询问生活作息，才找到了元凶，原来就是每天那杯爱心蔬菜精力汤在作怪。医生解释，高龄长者的肾脏功能本来就随年龄萎缩，排钾能力明显下降，再加上奶奶平时吃得少，儿子却让她长期集中摄取高钾食材，日积月累之下，身体终于不堪负荷罢工了。这真是好心变伤心的典型案例，所幸及时抢救，不然一杯看似健康的蔬菜汁差点夺走老人家的命。从这故事我们学到，再天然的食物也要讲究适量与均衡。大量蔬果榨汁一次灌下，看似吸收满满营养，实际上破坏了原本食物中的纤维结构，使糖分和钾盐等成分在短时间内进入体内，加重了代谢负担。尤其对于肾脏功能较差或长者而言，精力汤、蔬菜汁并非万灵丹，反而可能成为隐形杀手。除了钾，天天喝生冷的蔬菜汁还有其他潜在问题，例如有些深绿色蔬菜富含草酸，生吃不经汆烫就大量摄取，容易导致肾脏结石或阻碍钙吸收。再如蔬菜水果纤维打得太细碎，养分释放快，喝完一大杯血糖短时间飙高，对糖尿病前期或代谢症候群的人也不友好。更别提有些人喜欢加各种中药粉末，奇怪的补粉净精力汤可能含有未经证实的成分，对肝肾都是负担。难道我们就不该吃蔬菜水果了吗？当然不是。强调这些，只是希望大家换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摄取营养，尽量以天然原态的食物为主，也就是该咀嚼的咀嚼，该烹调的烹调，而不是老想走捷径。一盘青菜配一份水果，作为每天的均衡饮食，绝对比一杯谁也搞不清浓度的混合精力汤要来得安全。尤其中老年朋友，如果牙口不好、吞咽困难，可以将食物切细煮软，做成泥状餐、炖烂的蔬菜汤，在料理过程中适度去除部分钾离子，又保留膳食纤维，这样既能摄取营养，又降低肾脏负担。年轻人如果特别喜欢果菜汁，偶尔喝倒无妨，但千万别迷信，每天一杯，排毒养生。身体的解毒靠肝肾，不是靠一杯神奇果汁就能完成。不恰当的养生，反而可能变成毁身。所以养肾第二课，蔬果要吃得其所，拒绝过量的精力汤。第三，随意进补高钾的所谓护肾食物，这里指的包括很多人以为对身体好的食材或水果，但如果不分情况地大量摄取，对肾脏其实有害无益。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药补不如食补。不少人深信自然的食物可以强身健肾，例如觉得多吃水果总没错，又或者民间流传一些护肾偏方。然而，天然不代表无毒无害，吃错了补品可能正在伤肾。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类。其一，高钾水果与果干。很多水果营养丰富，但钾含量也居高不下。正常人每天的饮食中摄取钾通常无需刻意限制，但若本身肾脏滤过率下降，
这些平日的健康水果就变成潜在危机了。常见钾超标的水果有哪些呢？举例来说，香蕉被奉为钾元素之王，一根中型香蕉就含有大约400多毫克钾。奇异果、木瓜、哈密瓜等每100克钾含量都在200、300毫克以上。芒果、柳丁、橙子、橘子也不低，一颗中等大小橙子约有200、300毫克钾。还有释迦、番荔枝、榴莲这类热带水果，甜度高，钾也高。榴莲一颗动辄好几公斤重，如果一口气吃很多，糖分和钾双双爆表，对肾脏和心脏都是双重打击。另外，别忽视了各种果干，像葡萄干、红枣、无花果干等，由于脱水浓缩，每一小把就等于吃下多倍分量的新鲜水果，其钾含量相当惊人。例如50克葡萄干大概就含有超过300毫克钾，比吃一碗葡萄还高。所以把红枣、桂圆干当零食或泡茶猛喝，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累积大量钾离子。有些人也许会想，我又没有肾脏病，为什么要管这么多？问题就在于如前所述，你可能已经有轻度肾功能不良却不自知。如果每天都摄取超出负荷的高钾水果，肾脏要不是辛苦加班超负荷运转，就是干脆排不出钾来导致体内累积。血钾稍高一些时，你可能仅仅觉得手脚容易发麻，肌肉无力，不会联想到肾脏。但等到血钾再升高，心脏电流传导异常，你可能突然就倒下了。此外，高钾只是水果过量的问题之一，果糖也是另一隐患。现代医学指出，过多果糖摄取会造成高尿酸，促进脂肪肝，干扰肾脏尿酸排泄。许多慢性肾病患者同时合并高尿酸血症或痛风，与长期大量吃含果糖高的水果不无关系。因此，奉劝大家，水果虽好，也不要贪多。一般来说，每天吃2到3份拳头大小的水果，已足够提供维生素。选择上可以偏重中低钾的品种，例如苹果、梨子、水梨、葡萄、草莓、凤梨等，相对钾含量较低或适中。一颗苹果约只含100多毫克钾，但富含纤维和果胶，有助肠道排毒，被肾脏科医师称为良好护肾水果。芭乐、番石榴则维生素 C 极高，膳食纤维也丰富，适量食用对身体有益。虽然芭乐的钾并不算低，但胜在耐咀嚼，吃不了太多，而且含有对血糖有利的营养素，控制在半颗到1颗的小分量，一般人也不用太担心。相反地，像香蕉、榴莲、干桂圆这些，如果你肾功能不佳或医师已提醒你注意钾摄取，那最好敬而远之或严格限量。总之，水果养生要讲科学，千万别乱信偏方，每天狂吃某种水果就能治百病的不实宣传。其二，民间流传的偏方与草药补品，有些所谓护肾食疗，其实暗藏危机。举一个最典型的杨桃，有人爱喝杨桃汁解渴，认为杨桃富含维生素，酸甜可口，又有膳食纤维，看似很健康的水果，对吧？然而恐怕出乎许多人意料，杨桃对肾脏不好的病人而言犹如毒药。杨桃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健康人肾脏正常，可以代谢排除它，但肾功能不全者无法顺利排毒，这物质在体内累积，会直接伤害中枢神经。肾脏科医师都曾遇到过因吃杨桃而中毒的案例，病人可能只是喝了一杯杨桃汁，没多久就出现四肢瘫软、意识混乱，甚至癫痫抽搐，送进加护病房。可见，看似普通的水果也能暗藏凶险。还有些坊间补肾偏方，例如某些中草药汤、水煮偏方，标榜治疗腰酸肾虚、增强肾功能等等，但配方里往往掺杂肾毒性成分。曾经臭名昭著的关木通、马兜铃酸事件，就是不少减肥中药和偏方中含有马兜铃科植物，结果大批使用者罹患中草药肾病变，不得不洗肾甚至换肾。当前虽然管制严格了，但民间流传的补肾秘方还是让人难辨真假。再者，一些动物内脏补肾的说法以形补形，如有人迷信吃猪腰子、羊腰子能补肾，其实肾脏病患者若吃太多动物内脏，高蛋白、高胆固醇会加重肾负担，并不适宜。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现肾脏其实很脆弱？没错，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呵护它。
在停掉那些坑人的假养生习惯之外，我们还能主动做些什么来保肾护肾呢？以下提供几个真正有益肾脏健康的小建议，让我们往不洗肾的人生大步迈进。维持良好生活习惯，控制三高，高血压、糖尿病、高尿酸都是肾脏的大敌。定期量血压、测血糖，保持在正常范围。饮食上低盐均衡，不暴饮暴食。尤其糖尿病患要严格控糖，因为糖尿病肾病变是洗肾主因之一。控制好三高，等于从源头减轻肾脏负担。别乱吃止痛药和成药，有的人偏头痛、腰酸背痛就成天吃止痛药、消炎药，例如 NSAIDs 类药物，长期下来这些药物会减少肾脏血流，直接伤肾。任何药物保健品都应在医师或药师指导下服用，不要自己当医生乱吃一通。中药补品也一样，不明成分的偏方要敬而远之。多喝水，不憋尿，充足的水分有助肾脏将废物冲刷出去，还能预防尿路结石形成。除非已有医嘱限制饮水，例如洗肾病人需控制水分，一般人每天至少饮用1500到2000毫升水，让尿量充足，尿色淡黄。尤其天气炎热或运动大量出汗后，更要及时补水。反过来，长期憋尿会增加泌尿道感染和结石风险，间接伤肾。所以渴了就喝，想尿就排，给肾脏一个轻松工作的环境。规律运动，维持适当体重。运动对肾脏的好处是全方位的。适度的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太极等，可以改善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血糖，促进新陈代谢，这些都有助于减缓肾脏硬化的进程。每周至少运动3天，每次30分钟以上，并持之以恒。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也很重要。肥胖会加重肾脏负担，并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等问题。脚暖腰暖，促进循环。中医养生讲，肾主藏精，喜暖恶寒。简单说，就是注意保暖，特别对肾有益。许多长辈坚持每晚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据说对肾经循环有帮助。虽然现代医学角度看，泡脚主要是促进末梢血液循环，缓解疲劳，有助睡眠和稳定血压，但这些作用间接对肾脏确实有好处。腰部保暖也很重要，别让下背部经常受寒着凉。睡前泡泡热水脚，热敷一下腰部，整个人放松了，血管扩张，血压下来了，肾脏的过滤压力也跟着减轻。均衡饮食，蛋白适量，吃得杂才能补得全。各种营养均衡摄取是保护全身器官的不二法门。对肾脏而言，蛋白质的摄取要适可而止，并非吃越多高蛋白粉，补品就越壮。过量蛋白反而会产生过多含氮废物，加重肾脏清除负担。正常人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取约 0.8 克蛋白质足矣。例如60公斤的人，一天约需48克蛋白，约等同7两瘦肉。可以将肉类、豆制品、奶蛋等蛋白质来源均匀，分配在3餐中，不要一次暴饮暴食，大量高蛋白食物。蔬菜水果、五谷根茎也都要吃一些，才能确保维生素和矿物质均衡，不给肾脏偏科的压力。最后要强调的就是定期健检，别忘了肾脏疾病在早期几乎不吭声，因此主动筛检非常重要。每年至少验一次尿常规和肾功能抽血，检查血清肌酸酐，就像给肾脏做体检。很多人就是在例行健检中意外发现尿蛋白或者肾功能指数偏高，从而及早介入治疗，避免恶化。如果等到腰酸腿肿才想起检查，往往为时已晚。现代医疗有许多方法可以延缓肾病进展，像饮食控制、用药、降蛋白尿药物、降血压药物等，生活调养都能大大推迟肾衰竭来临的时间。早期发现肾病并非绝症，消极拖延，健康终将埋单。总而言之，我们一方面要摒弃错误的养生迷思，像过度依赖低钠盐、高钾精力汤，或胡乱进补所谓护肾食材，这些看似健康的习惯，其实潜藏杀机。另一方面，也要培养真正有益的生活习惯，给肾脏减压，让它安安稳稳陪我们一辈子。肾脏虽沉默，但对我们的健康影响举足轻重。请记住，保护肾脏
就是保护您的生命品质。从现在开始，好好爱惜自己的肾，每天多一分留意，未来就少一步走向洗肾。别让治病救命的医院透析室成为你老年生活的第二个家。我们能做的其实很多，也许只是改掉一个习惯，调整一些饮食起居的小事，就能让肾脏减轻负担，续航更久。不想后半生洗肾，关键就在今朝，停止那些伤肾的假养生，践行真正科学的护肾之道。当有天你头发花白，依然精神矍铄，陪伴家人共享天伦，而不必周期性躺在冷冰冰的洗肾椅上时，你一定会庆幸当初为自己的肾脏所做的每一分努力。从现在起，就和家人一起检视生活习惯，赶紧停下上述这3件坑肾的事，将肾脏健康守护到底。祝愿大家都能拥有肾气充足的人生，下半生自在无忧，不必与洗肾为伴。记住，真正的养生之道是听从身体的声音，用科学与智慧爱护我们的脏器。让我们一起远离肾病，拥抱健康的银发岁月。